苹果的 Vision Pro 自从公布以后啊，整个 AR 行业也跟着陷入了一场纷争。原因是 VP 跟大部分以这种内容消费型为主的 AR 产品不同，苹果采取的呢是 VST 的 AR 方案。VST 呢全称是 Video See-Through， 也就是通过2颗摄像头透视的方案。佩戴者的左右眼呢分别看到的是左右2颗摄像头透视，并且显示在左右眼不同屏幕的方案。而跟苹果的 VST 方案对立的呢叫做 OST。OST 的全称是 Optical See-Through， 意思呢是光学透视方案，也就是说用户的左右眼看到的是看穿 AR 眼镜镜片的方案。这次的视频呢，我来聊聊2种方案的特点，他们依赖的技术方案都是什么，然后优缺点又是什么，然后我也会聊一聊我个人的看法，看哪个方案才是代表了未来 AR 眼镜的发展方向。视频的后半段就有意思了，我会教大家一个方法，能通过裸眼看到带有景深立体画面的影像。借助 Rokit 前段时间刚刚发布的 Rokit Max Pro， 我可以让大家1分钱不花就能感受到类似于苹果 Vision Pro 的这种立体的 AR 交互的效果。你们可能听说过裸眼 3D 的概念啊，也看过那种立体小姐姐跳舞的视频，但是 AR 交互的裸眼 3D 视频我网上找了一圈，还真没发现有人做。相信我啊，等一下你自己试一试效果，只需要你的一部手机和我的现在大家在看的这个视频就可以了。你能看到一个效果非常好，然后空间感和立体感非常强，然后你能明确感知我的手和空间里的这个虚拟的 UI 的纵深感，代入感特别强。实现的方法非常简单，经过我深入的研究，我发现长得帅的一般都学得会。苹果的 VP 采取的 VST 方案最大的优点就在于显示出来的画面实际上是经过实时处理的画面，也就是说可以是实景，也可以是加工过的实景。那这种方案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通过强大的计算性能，实时的改变所谓的实景。举个例子在 Vision Pro 的发布的视频的现场演示里面，其实苹果已经给我们展现出这种改变现实的这种潜力了。但是外行大家看热闹，估计都没有往深里去想，实际上有几个小细节承载了太多未来 VST 方案的潜力，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大家注意看能看到手臂上戴了一个护腕，那这个护腕呢，就是通过实时的计算和渲染做出来的。护腕的阴影和材质可以做到非常匹配手臂。那在另一个演示的片段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叠加出来的实景呢，是可以毫无违和的添加各种虚拟物品的阴影的。有着这种独特特点的 VST 方案，进一步模糊了 AR 和 VR 的界限。比如说，开发者可以改变你的手臂的颜色，甚至大小，甚至理论上可以把你的手臂变成一个怪物的手臂。而这种计算是借助了 Vision Pro 的 M2 芯片实时渲染出来的，又通过 R1 芯片大幅降低了延迟，给佩戴者一种以假乱真的体验。VST 方案的另一个优点呢，就在于可以通过超广角 VST 摄像头和 Pancake 镜组实现非常大的显示视场角，并且可以在视场角的任何地方更改你看到的任何物体和场景。比如说你通过 Vision Pro 的 VST 摄像头看到的桌子、椅子，可以被 M2 芯片实时的改变成不同的材质、颜色，甚至变成别的东西。当然 VST 的 AR 方案缺点也很明显第一呢，就是非常吃计算性能，也会导致头戴式设备的功耗很大，影响续航。那第二个缺点就在于设备很难小型化，因为要集成计算、散热以及复杂的摄像头和各种传感器的这些系统。第三个缺点就在于 VST 摄像头采集到的画面其实是依然存在画质和延迟问题的。虽然说 R1 芯片就是为了大幅降低画面延迟，不过摄像头显示在屏幕上的画面对比人眼看到的画面依然是存在延迟的。另外呢，就是无法还原真实世界的亮度。人眼裸眼看正午的太阳的阳光是可以达到数十亿尼特的亮度的，那阳光下的花花草草也能轻易上万尼特。经过摄像头采集的画面显示在屏幕上的亮度呢，就完全无法媲美现实世界真实的亮度了。OST 的方案最早的消费级应用可以追溯到10年前的 Google Glass， 再后来微软的 HoloLens 呢，也是典型的 OST 方案。简单来说，任何你可以看穿眼镜本身的镜片的方案呢，都是OST 就是 Optical See-Through 嘛，就是人眼光学看穿的方案。最近几年呢，类似于 Rokit、X-Ray 还有雷鸟的这些 AR 眼镜，其实都是典型的 OST 方案的产品。这些产品我之前做视频跟大家聊过很多次，都属于内容消费型的 AR 眼镜，无非呢就是让大家带着看看视频、看看网页，
看看打打游戏，基本上没有大家理解的那种真正可以有空间交互的 AR 应用。不过最近 Rocate 发布了一款非常有意思的产品，就是这个 Rocate Max Pro。那这副 AR 眼镜上面加了一个用于空间和手势追踪的摄像头，然后结合它们分体式的这种计算和供电单元，实现了很多类似于科幻电影里面的那种，比如说用手和显示画面里面的这个 UI 进行交互，放大缩小物体啦，然后改变画面元素的位置啦，还有大小啦，还可以做出扩展屏来办公。那有朋友看到这儿可能会觉得，感觉怎么那么像苹果的那个 Vision Pro 呢？没错，因为 Vision Pro 和 Rocate Max Pro 呢属于两种不同的 AR 方案，但是在应用方面，大家殊途同归，大家能做的事儿其实差不多。刚才说了 Vision Pro 的 VST 方案的优点和缺点，那么 Rocate Max Pro 的这个 OST 方案有哪些特点和优缺点呢？首先 OST 方案最大的优点就在于不用显示实景，因为你看到的实景其实就是真实的现实世界，并且你自己的眼睛作为光学传感器，可以秒杀市面上任何显示技术可以实现的清晰度和画质。那这就节省出了2颗 VST 摄像头，那没有 VST 摄像头也就没有处理现实画面的必要，所以呢也节省出来很大的计算资源。再加上 OST 方案不需要像 Vision Pro 那样完全的包裹你的人眼的视野，也就让这种 OST 的方案呢可以做到更小更轻便。除了轻便小巧以外呢，更少对于性能的依赖，更少的传感器，也让 OST 的方案往往更便宜，更容易被大众接受。当然 OST 的 AR 方案也有局限性啊，由于人眼看到的实景是真实的，所以无法被改变，这就造成 OST 方案的 AR 眼镜呢无法像 Vision Pro 那样显示自由度超高的画面。对比 Vision Pro 显示出来的，比如说人手上渲染出毫无违和感的这种护腕，那 OST 的这个 AR 眼镜能做的就只有把画面叠加，也很难做出虚拟物体在现实画面中的投影。另一个缺点就在于 OST 相对比较小的体积呢，使得光学结构相对比较难做。那目前主流的 OST 呢都是 Bird Bath 这个结构的光学方案，即便未来光波导成为主流的方案，依然存在可视角度比较小的问题。那最后一个缺点就在于，因为现实场景是人眼直接看到的，如果不算视觉神经信号的传递啊，可以认为画面是没有延迟的。但是吧，叠加显示的这个画面呢是需要经过追踪、计算和显示出来的，那是存在延迟的，就会导致用户虽然说能够感知现实场景和显示出来的元素叠加在一起，但是你这么一对比吧，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延迟了。那说到延迟呢，顺便提一下 Rocate Max Pro 采用单颗摄像头感知环境和手势，这个做法是一个非常大胆并且技术范儿的一个尝试。想要感知现实世界和手势，那就离不开摄像头对于深度的感知。传统的做法呢是通过2颗摄像头，就像人眼感知空间和距离一样，是需要2只眼睛在同一个平面上的不同位置，你的左右2只眼睛会从略微不同的角度看到物体，这就产生了双眼视差。大脑将2只眼睛的图像整合，然后分析，利用它们之间的这个差异来估算出距离，从而产生出深度感。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做个实验玩啊，比如说你盖上你的一只眼睛，然后尝试用手去触碰不同距离的物体，你就会发现单眼和双眼对于深度的感知是存在巨大的差别的。苹果的 Vision Pro 呢，就是通过一样的原理啊，借助2颗 VST 摄像头拍到略微有视差的图像来感知深度，再结合点阵投影做 ToF 的方式来精确感知深度信息。但是吧，Rocate Max Pro 摄像头竟然也能达到相同的目的，但是人家只用了1颗摄像头。我跟 Rocate 的老板 Misa 请教他们是怎么实现的， Misa 很神秘的跟我说了3个字：时间差。然后我就顿悟了，单颗摄像头通过追踪运动的手指，结合微小的时间差，手指出现在不同的位置，也能产生出视差，因此也就可以判断深度和距离。那这种实现方式就很技术范儿了，比较依赖算法和优化。优点呢就是特别省成本，只需要1颗摄像头就能干人家这么多传感器干的事儿。缺点呢也有，因为需要时间差来判断深度，所以进一步增加了追踪的延迟。不过好在一般的手势操作不太需要超级快速的运动，所以最终的使用体验上的延迟呢其实感知不大。而且这种实现方式有效降低了硬件成本。其实对于 AR 眼镜的普及呢，价格对大众来说才是最敏感的。Rocate 的老板 Misa 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啊。Misa 自己是开发出身，至今仍然活跃在开发的第一线上。他在 GitHub 上贡献过巨多的代码，我认识他快2年时间了。每次我去拜访他，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每次都跟我抱怨说管公司太累了，他好想啥都不管，就写代码玩。你听啊，人家说就写代码玩。所以可以说 Rocate Max Pro 的 OST 方案
是非常有 Misa 本人的个性的，算是靠着软件的技术来节省了硬件上的成本。其实说到这儿呢 ，OST 和 VST 两种方案的优劣我已经说明白了。那么哪一种才代表了 AR 眼镜将来发展的方向呢？其实我认为啊，两个方案是可以并行的发展，并不冲突的。以 Vision Pro 为代表的 VST 方案呢，需要进一步的减小体积和重量，降低功耗，增加续航。以 Rocade Max Pro 为代表的 OST 方案演进的方向是优化光学方案，然后增大视场角，降低追踪延迟。其实这两种方案吧，都在向着对方慢慢靠近，并且在最终实现的这个应用层面上的这个功能呢，大家殊途同归。不过现阶段来看啊 ，VST 相对更加吃硬件性能，而且 VST 的方案比较贵。相比 OST 方案更难以普及，其实这也是目前开发生态的一个现状。苹果的 Vision Pro 虽然说效果很好，但是高昂的售价，即使是苹果自己也调低了销售预期。苹果预计在2024年生产并销售大概15到20万台，那这个潜在的装机量让很多开发者其实现在都在观望。相比目前几千万销量的 VR 头显呢，开发者会在哪个平台上优先开发自己的软件并且赚钱，那自然就不言而喻了。目前 Rocade 给出的 OST 方案大概是在4-5千这个价位，相比售价2万多的苹果 VP 呢，有着更贴合大众市场的价格。除此之外呢 ，Rocade 早在几个月前啊就开放了开发环境，已经有了不少 AR 交互的软件。目前我自己切身体会是，在明年的苹果 Vision Pro 发售之前 ，Rocade Max Pro 有着最接近 Vision Pro 的 AR 交互效果。之前我在视频里跟大家说过了 ，Rocade 这家公司做产品最大的护城河和他们的技术壁垒其实不是硬件，因为从光学结构到显示方案其实都是有公版的，也就是都有厂家去做，其实没有太大的壁垒。真正区分各家产品核心竞争力其实是软件生态的布局，这一点 Rocade 做的就比较领先，已经有了不少成熟的应用，比如说看 3D 电影的影牛牛，还有玩云游戏的随乐游，还有移动办公的无影云，那这些平台里面都已经有了大量的内容。有不少独立开发者也在 Rocade 平台开发了众多 AR 游戏和体验 demo， 我自己呢也做了个小演示，等下给大家看看。视频最开头我说我教大家不用花钱就能感受到媲美苹果 Vision Pro 的立体 3D 交互效果，接下来呢我来教大家怎么实现。首先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呢是左右眼不同的画面，最终要实现的目标呢是让大家左眼只看左边，右眼只看右边。方法很简单啊，注意，电脑屏幕因为太大，所以不行。接下来的演示呢，请大家一定要用手机，并且横屏。注意，屏幕距离眼睛的距离呢，如果说你是近视，那么大概1拳的距离；如果你视力正常，差不多2拳到3拳的距离。然后呢，现在大家放松，不要聚焦到屏幕上的任何东西，发呆，让你的目光变得发散。这个时候呢，让出现的文字在两眼中间重叠。这一步啊，如果说你做不到，你可以在 YouTube 或者说 B 站上搜索如何看裸眼 3D。这样的你可以学习一下这样的视频的方法，等熟练掌握之后，进入左眼只看左边，右眼只看右边画面的这种状态，我现在能做到1秒就可以实现。如果说你依然学不会啊，可以尝试一个方法，那就是用一个挡板挡住，放到手机中间，目的就是让你的左眼看不到右边，你的右眼看不到左边。那如何知道你已经成功了呢？那就是你看到的画面现在是有纵深和立体感的画面，就说明你成功了。那接下来就是一些 AR 应用的演示了，相信我，一定用立体的方式看，完全会是另一种感觉。成功看到立体影像的朋友可以留个言或者发个弹幕给我看一下，顺便也激励一下暂时还没有成功的朋友，分享一下技巧。Round 4. Round 2. Round 4. Round 5.
因为采用的是 OST 的 AR 方案，你眼睛看到的世界是真实的现实世界，所以 Rocate Max Pro 特别适合一些需要直接跟手交互的应用。比如说以前我在 Meta Quest 2上见过一个软件啊，可以通过 VST 透视来弹钢琴，那需要弹的音符呢会从上往下落到琴键上，但是这个软件并不好用，因为 VST 存在显示画面和现实画面有比较明显的延迟，画面也会有畸变，然后追踪手的动作呢其实也是有延迟的。但是 OST 方案的 Rocate Max Pro 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我做了个很简单的小演示给大家看看这种比较适合 OST 方案的 AR 的开发方向。视频的最后呢，我想跟各位有开发能力的朋友说一下，目前入局 AR 应用的开发是一个不错的机会。那接下来几年都会是 AR 产品的红利期，你尽早熟悉 AR 的开发，或者说做一些简单的 AR 的小应用，对自己未来的行业发展是个不错的一个投资哈。那对那些非开发者朋友，目前如果你想体验 AR， 目前有比较完善的 AR 交互型的体验的产品，我的真实的建议就是 Rocate Max Pro 和他们的 Station Pro 的组合，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类比苹果还没有发售的 Vision Pro 了。那这个组合差不多是10月份开始发售，想要体验一下这个产品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他们的动向。本次的视频就做到这里，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启发，我们下个视频再见。